努比亚 Z50， 它是一台拥有骁龙8 Gen 2，而且售价很实惠的手机。影像系统上呢，它配备了一台光学35毫米焦段的主摄。那这段时间呢，确实收到了一些粉丝的留言啊，希望我们赶紧聊聊这台手机。那么我估计我们节目的粉丝肯定是冲着它的影像系统来的。35毫米焦段啊，之前已经聊过了。那简单的说呢，它是很适合拍摄人文的焦段，而且各大相机镜头厂商呢也会努力的研发35毫米焦段的镜头。那可以说呢，这是他们的必争之地。那可是为什么手机的主摄大多都停留在24焦段呢？好不容易有一台28焦段的，还是数码裁切之后的。那么这些手机厂商为什么就不会去做35毫米这么经典的主摄呢？我们评论区里啊，一般都隐藏着很多大神。那这次呢，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专业见解。测试环节之前呢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。那这回呢，就不能说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了。那毕竟这台 Z50 它的影像系统和其他的手机差别确实挺大的。那剩下的环节呢，就都是测试环节了。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，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很丰富的。那么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呢，就来好好看看这台努比亚 Z50， 它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努比亚 Z50 后摄主要是2颗镜头，主摄跟超广角。在拍摄界面中给了你3颗焦段切换按钮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1颗2倍焦段。那2倍焦段呢，就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努比亚 Z50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那么咱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看呢，对于我来说最亮眼的就是35毫米焦段和 1.6 的大光圈了。那据说这台主摄的进光量啊，可比现在1英寸底的进光量都要大。而且在厂商的宣传中呢，提到这颗35毫米的主摄是全新定制的光学系统。那至于进光量呢，咱们夜景环节再说。那至于其他的参数啊，还有宣传呢，这些没什么意思，咱们还是要看实拍效果。现在看到的是 Z50 和一台售价是它3倍以上的手机主摄的对比啊。那右边这台更贵的旗舰手机的主摄呢，是1.3英寸的感光器。那首先看到的不同呢，应该就是视角的区别了。Z50 的35毫米主摄的视角更窄。那为什么说它是人文镜头呢？看这张照片啊，小孩子与野生烤鸭。那当时我从旁边经过，看到了有趣的画面，就拍了下来。那画面中的内容呢，不多也不少，主题很突出啊，背景也不抢主题。那如果我用其他的手机来拍摄这个画面的话，那就要走得更近一些了。那这时候小孩或者鸭子就会注意到我。那如果他俩同时看向我的话还好啊，要是只有一个看向我，那画面的叙事性就变了。而且这种题材呢还不能补拍。那所以说呢，当时我和被摄事物的距离还就是这么的合适。这张照片，杂货铺老板卖衣服，一家小型的百货商店，商品都是便宜又实用的。一位外卖小哥正在挑选防寒内衣，老板在旁边介绍。那当时呢，我从马路对面经过啊，看到了就拍了下来。同样的，画面的主题与背景的搭配很合适啊，主题突出，环境交代的很清楚，叙事性也很清晰。那如果我用其他的手机来拍这张照片呢，还是这个问题啊，我还得再往前走近一些。那样呢，很可能就会被老板注意到，看向我说来点什么呀你？那整个照片的叙事性就会破坏了，那没准还会被老板申斥啊，这里不让拍照啊，去别地儿拍去。那这张照片就没了。
这张照片也是在合适的距离拍了张叙事性很强的照片，很耐看。35毫米镜头拍摄人文题材的优势啊，就在于此，视角很合适，扫街的时候可以和被摄人物保持一个奇妙的距离，可以突出主题，背景还不会杂乱到干扰主题，能包容环境，交代气氛，保持叙事性的同时呢，还不会打扰到被摄者。这就是35毫米镜头被称为人文镜头的原因。回到和售价差3倍的手机的主摄对比上来啊，除了前面提到的 Z50 和一般手机主摄的视角差距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，就是背景虚化能力的不同。那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站在同一个位置，两台手机距离树干2米左右拍摄的。对了，成像色彩也是不同的啊。Z50 的色彩呢比较淡雅，那么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放大看 Z50 主摄的背景虚化能力非常好啊，而且焦外非常柔和。那右边的手机的主摄呢是1.3英寸的，那是目前的主流尺寸了啊，但是没有什么虚化可言。树皮的解析力呢，两边也是有差距的。那这是因为 Z50 35毫米的主摄啊，相当于右边24毫米的主摄呢是一个小长焦。我估计有人会说了，我用其他手机主摄拍的时候，我数码变焦到1.5倍，不就等于35毫米了吗？但是你别忘了啊，拍摄人文可得拿起来就拍啊，拍摄速度很重要，可没时间调整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普通手机的主摄数码变焦到35毫米，它的背景虚化能力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虽然说数码变焦是可以改变成片的空间压缩感的，但是不能改变景深。回到生活中来，比如说你想拍一下美食、饮料什么的，那饮料上的奶盖很好喝，想记录下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视角的差距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站在同样的位置拍摄 ，Z50 照片背景里的杂乱信息要更少，更加突出主题。那下面咱们看一下 Z50 主摄的光学素质，色彩淡雅不腻，而且这颗主摄的畸变控制是非常到位的，画面边缘的建筑是非常的笔直啊，没有任何的弯曲。那虽然说35毫米镜头天生就比24畸变控制更好，但是镜组的用料也得扎实才行啊。画质方面，中心跟边角是都很到位的啊，尤其是边角画质跟中心比起来下降的很少。那这点就非常不错了啊！还是那句话，虽然说35毫米镜头天生就比24的画质把控能力强，但依旧还是要镜组的用料扎实才行啊。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，色彩真的很好啊。那这回咱们看另外一边的边角怎么样？同样的，中心跟边角画质依然都很到位，尤其是边角画质的水平啊，很高。主摄是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的色彩很一致啊，这点不错。解析力跟普通模式相比呢，你要说没有区别的话，你仔细看呢，高清模式确实有些地方解析力更高，但你要说有区别吧，确实区别也不是很大。下面咱们看超广角镜头啊，参数都列在这里了，咱们直接看样片。那现在是超广角跟主摄的样片对比啊，可以看到视角的差距非常大。一个是主摄的35毫米跟超广角比起来呢，确实显得超广角很广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颗超广角确实很广，达到了等效14毫米。那之前我就觉得啊，现在的手机都有超广角镜头了，干嘛主摄还非得保留一个准广角的23、24毫米呢？放大看细节，这颗超广角的画质也是很不错的啊，尤其是中心跟边角的画质差距，以14毫米这么广的超广角来说，还是真挺好。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，对了，相比于主摄啊，超广角的畸变控制就没有那么极致了。那放大看细节，中心跟边角的画质呢，差距是有的。中心画质不用担心啊，边角画质下降的也能接受。超广角也是有高清模式的，5000万像素。那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比呢，色彩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解析力的区别呢，确实很大啊，高清模式的优势很明显。这台手机的微距就是用超广角镜头拍摄的。那手机有专门的微距模式，打开以后呢，会比用超广角直接拍对焦更好一些，而且最近对焦距离也不错。从这几组实拍效果上看呢，微距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Z50 的拍摄界面中给了你一个2倍焦段切换按钮，只不过这个2倍呢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。那么跟用主摄直接拍比呢，在拍摄远方的时候，你还别说啊，这2倍的解析力还真就比主摄的强，而且锐化很轻微。前面说了，主摄还是有64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的。那么这个2倍跟高清模式比呢，你还别说啊，解析力的优势还依然在2倍数码变焦这边。那么看来这台手机的2倍焦段按钮啊，还是没白给的。再说人像拍摄啊，这又是主摄的活了啊。35毫米主摄跟一般手机上的24主摄比起来呢，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拍摄人像。一般手机的人像模式呢，会调用中焦镜头来拍摄，那没有中焦呢，甚至会用主摄裁切到中焦来拍摄。
那这么做呢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主摄拍摄人像不好看。那么这点呢，我们之前有节目专门说过啊。那 Z50 这台手机啊就很占便宜了，它的主摄是35毫米焦段，已经属于中焦了。那照片的透视关系呢，就已经很适合拍人像了。主摄能拍人像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惧暗光人像啊，夜晚拍人像也没问题。手机的后摄中最强的就是主摄暗光下的表现，它最厉害。譬如说这几组照片，虽然说我的站位还是不好啊，站在了背灯影里边，其实我应该面对亮光的。那不过 Z50 依旧把我拍得挺精神啊，这种暗光下的人像表现呢，我认为还是不错的。既然说到夜景了，那咱们就看看 Z50 的夜景表现吧。这台手机呢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到了比较昏暗的地方呢，它就会自动触发。在这种烟火气息比较浓的地方啊，拍摄起来是没有压力的。夜景氛围不错，很多人都在提夜景的氛围，那我觉得这种氛围可能就是你们要的吧。这个场景，这栋房子白天也拍摄过，那现在呢，它已经变成漆黑一片了。从视频里呢，你们就能看出来它有多暗，旁边的光线呢就没有直接能照到它的。成片的效果还真不错啊，色彩还原和清晰度啊都比我想象的强。那毕竟它的售价跟这摆着的嘛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夜景效果，在这种环境下呢，还是可以胜任的啊，尤其是这张。注意看运动的人，这种模糊呢，就是慢快门的运动模糊。要知道，现在还有很多手机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物还是会因为运动而拍出撕裂的惨状啊。Z50 在宣传里说它的主摄进光量可比现在1英寸底手机的进光量还要高啊。那咱们就去固定的高难度极暗场景看看效果。祖传深处场景不错，细节呈现到位。注意啊，看夜景照片的好坏可不是看亮度啊，而是看细节呈现多少。健身器场所不错，细节呈现没问题。上期还专门对比了2台1英寸的手机，有一台还真不如此刻的 Z50 啊。祖传神树 Pro 最暗的场景 ，Z50 依然可以拍出不错的细节。那么老观众看到这儿，应该对这台手机的夜景能力心里有数了吧？结合售价看，你们觉得它的表现如何呢？视频录制这块依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话，也是同样的设置，1080p 30帧。白天主摄走路的防抖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清晰度也挺高。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跟清晰度呢都挺好。当时的天气啊就是这么的阴沉。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防抖还是不错的啊，但是清晰度跟白天比呢还是有些下降的啊，这点也正常。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还是依旧稳健啊，但是清晰度跟白天比也是有下降的。Z50 的工业设计在后摄上依旧保持了努比亚的传统红圈镜头，这次的红圈呢在镜头凸起的侧面，比之前的设计呢我觉得雅致了一些。主摄和超广角镜头很显眼很大啊，让人看了就知道这台手机在影像上是有追求的。手机整体大小对于我来说呢算是秀气的，因为我的手比较大嘛，所以这台手机的握持手感我觉得没问题。屏幕的显示效果不错，尤其在强光下使用时对得起售价。处理器骁龙8 Gen 2，那除了影像呢，处理器也是 Z50 的亮点。那大家对这颗处理器的性能应该比我都了解了吧？那毕竟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嘛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。努比亚 Z50，一台搭载了光学35毫米主摄的手机。那这2年呢，努比亚一直坚持使用35毫米焦段的主摄。那这点和多数手机厂家是不一样的啊。主摄环节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它和普通手机主摄的不同了。那成像的区别呢，还是其次，关键是使用的区别。35毫米啊，真的很适合街拍，很适合拍摄人文题材。但由于是光学焦段呢，它的景深效果很好啊，镜组的用料也扎实，成像的畸变控制很到位啊，光学速率优异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也比我预想的强啊。首先是它的视角很宽广，而且光学性能不错，边角画质把控的比我想的要好啊。那毕竟Z50的售价它不贵啊。只是和主摄优秀的畸变控制比起来，那么显得超广角的畸变大了些。人像的表现不错啊，虽然说有些样张我的站位不够理想，但成片的效果我是认可的，尤其是夜景人像的效果。那夜景的表现呢，也算对得起这台手机的售价了。闹市区的样张水平就不低，更好的是几张极暗环境的表现啊，确实堪比1英寸底的手机了。录像的表现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可谓是中规中矩。OK， 到结尾了，那下面的内容呢，还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